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 Grokbot，也就是 Grok 呢最近发布的一个全新的另外一种 AI agent 的一个形态。那当然，每次有这样子一个新的产品推出了，其实我都会很好奇，也是很期待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就是到底这个 AI agent 的方向还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还可以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便利。所以像我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者呢，我肯定是希望有更加多的不同的元素，更加多不同的竞争，更加多创新的一些方式，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全新的一个世界这样子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来详细介绍这个 Grokbot 目前为止能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就是它是如何从 Claude Code 还有ChatGPT 这边去做到一个脱颖而出。因为这两家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就是到底工作的 AI agent 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更何况呢，他们现在也手握着这么多的人的订阅数，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企业或者是所有想要尝试 AI agent 的人呢，都已经往他们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为一个想要追上去的一个竞争对手，你可以做什么？你的定位该怎么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你推出的产品该如何有差异化？我觉得 Grokbot 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思考。但是呢，在话题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一个近况啦。那就是你可以从我今天的声音看到，其实我现在属于整个生病刚刚痊愈的一个状态啦。那就是我在这个星期的大概已经发烧了差不多3到4天，所以基本上加上前前后后这样子处于工作非常疲惫，然后因为这个发烧引起了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好像发冷啊，或者是伤风啊、咳嗽啊、感冒，全部东西加起来大概就让我一整个星期基本上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的。所以这个是我最近一个星期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一次生病跟之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有 AI agent，这个就是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回过头来，现在我生病比较好了之后，我回过头去看的话，到底这个星期我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我就发现到其实我的进展还蛮不错的。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东西，你可以知道我是真的生病到很严重，我很多时间都是在睡觉，然后很多时间都是很辛苦的，即使起来头很痛，你没办法做思考，然后你没办法工作，然后你就看到我的手机一直响一直响，有很多的资讯，很多的同事想要找我，很多的不同的团队的成员，很多的客户会问我东西，需要得到解答，需要我的一些 approval 才能够做下一件事情，或者是需要询问我某些东西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推。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但是我这个星期的工作状态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在 AI 出现之前完全没办法想象的，因为我以前也是有很多生病的经验嘛，基本上每次生病都会让我觉得很那个自责感或者是那个罪恶感其实是很严重的，就会觉得本来已经预定了这几天或者是今天我要做的事情有这些，现在完全做不到了，然后你拖慢了进度，后面都是要还的，后面还要追回来这些东西，所以呢，本来时间就已经很不够用的情况下面，生病是会让整个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个是之前一直以来的面对的一个挑战，这一次当然还是面对一样挑战，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大部分团队成员找我或者其他人找我呢，我的回复效率都非常低，甚至我到现在还有很多信息还没回复，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思考，真的是头脑很痛，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尤其是很多是需要做很多研究或者思考才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一次呢，因为有的是 AI agent，而不是以前的 ChatGPT 的那种 AI 对话，或者是在 AI 之前的那个形态，这个 AI agent 是真的能够帮我做工的。所以我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在生病的过程中，当然就会看医生嘛，看医生，医生就会给药嘛。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我肯定是很努力在吃药，然后吃了药之后，就会有一段时间是因为吃药可能暂时的把那个烧给压下来，所以暂时你的身体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只有2到3个小时，然后你会持续回到很发冷的情况，或者是头痛的情况，又需要去床上躺住休息了。但是就在这个黄金的这每天大概有这2到3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呢，因为我知道我的时间很短暂，然后我也知道我不能够长期专注的在 focus 在电脑前面去做工，或者是很有精力的站在电脑前面去做工，所以我的做法就是呢，我直接坐在电脑前面，告诉我的 AI agent 我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刚好这个星期我专注的一些任务应该是要做到开发软体，或者是开发我们公司的系统，或者是把我们公司系统变得更好，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就在这黄金的2到3个小时，我下了这些指令之后呢，我又继续昏昏沉沉的可能1、2天，然后可能第2天的情况下面呢，才会再次
再有这个黄金的2、3个小时，我又回来看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所以呢，就透过这样子每一天只工作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发现到我的进度没有拖慢，而且甚至还超前了。有些东西是我没有想过我可以用这些时间做到的，但是我做到了。所以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它有2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你的时间，就像刚才讲，你只有这个黄金的2到3个小时的时候，它会让你很专注在你真正应该专注的东西。就我会知道什么东西更加重要，什么东西可能是我已经没办法兼顾了，我的头脑真的太痛，我没办法回复我同事的信息。但是呢，它会让我真的能够专注在我应该要做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变得很聚焦。所以我觉得这个聚焦也是这次我会感觉到，过了1个星期之后，我发现到我的工作其实没有落后，或者是有很多重大的进展，就是因为我能够很聚焦的把那些东西反而做完了。那真正在执行的部分，肯定都是 AI 在帮我执行的。这个就是我们讲 AI agent 改变最大的一个地方。你有一个好的 AI agent，它能够帮你做了很多执行面的东西，而你要做的东西，很多时候真的就只是给出方向，检查它的成果。不可以，我们再让它改，改了过后我去睡觉，然后回来过后又看一下下一轮，结果不错了，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部分。透过这样的一个迭代的方式呢，它竟然能够让我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病床上面的一个人呢，但是我的整体的工作效率可能是以前1个星期都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可怕的地方，也是 AI 非常迷人，或者是让我很期待的一个地方。它真的能够在工作中解决我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就直接接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 Grokbot。我觉得这一次我的这个人经验也是跟 Grokbot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了。最主要是因为 Grokbot 这个 AI 呢，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真正能够帮你去做工的一个 AI agent 嘛。但它的差别就在于，它比较更像是一个 Claude Code 加上一个Telegram 或者是 Claude Code 加上一个 WhatsApp 的一个结合体。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方式呢，就是基本上你打开这个软体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 Grokbot 的这个界面里面呢，它就会很像是你在我们讲 Telegram 或者是 WhatsApp 或者是 Line 这样子的一个聊天工具里面，你就会看到每一个机器人呢，它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对话这样子一个列下来的，就好像你熟悉的这些，我们每次在跟每个不同人的对话，然后你还甚至可以帮每一个不同的机器人去命名字，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管理的。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想象，我今天的第一个 AI 它可能是帮我做工作 A， 第二个 AI 是做工作 B， 第三个 AI 是做工作 C， 这些不同的 bot 呢，就好像我们以前在讲聊天机器人嘛，它就是很多不同的聊天机器人，但是这些聊天机器人呢，他们不只是跟你聊天，而是真的具有 agent 的能力，是真的能够帮你执行任务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你直接假设你是一个艺人公司或者是一个小团队，你今天打开了这一个 Grokbot 呢，它的概念就好像你直接打开了你全公司的这个通讯录，你可以直接跟比如说我的 HR 的 AI， 我直接跟他讲你要做什么，我直接跟我的 account 的 AI 讲还要做什么，我直接跟我的生产线的 agent 讲还要做什么。它就回到一个你很熟悉的一个状态，就是真的是让 agent 去帮你做事情。实际上，我觉得它的那个形式更加符合我们之前提到小龙虾的这个形式，就是它是以每个角色擅长做一件事情为主，这样的一个不同的 AI agent 去帮你执行任务。这样的一个导向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蛮符合直觉，也符合我们人类对于管理公司或者是管理团队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现在呢 Codex 跟 Claude Code 呢，他们现在最主要的那个差异点，就是因为他们是以任务为导向的。我每次打开一个新的对话，我就在执行一个任务，然后下次有一个新的任务，我又继续的开一个新的对话来做执行。所以这样子久了之后呢，它其实会面对一个问题是，有时候你很难找回以前你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是比如说你想要做回一个可能3个月前你要做的一个任务，你其实会花很多时间去找，或者是你不一定找到。但是这一个的做法呢，它就比较像是我有事情我就找 HR， 我有事情我就找 operations， 所以呢它就变得很容易找嘛。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些 AI 都有这些记忆，它肯定能够帮你执行很多问题嘛。比如说我就想知道3个月前我做的这个 HR 的这个 letter，我现在想要做给另外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我打开了这个 HR 的这个 bot， 它就能够快速的帮我告诉我3个月前我做了什么，然后现在怎么做，或者是我甚至可以看回聊天记录，可能我都可以直接看到3个月前做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管理方式呢，其实你会发现到它会更直觉，就很像我们真的去找人嘛，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有一个 HR 的同事，我真的去找他，那个聊天记录全部都是有在的，全部的东西都是有依据的，全部的记忆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思路真的是很符合我想象中或者是人类想象中去管理团队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就是 Grokbot 跟其他人不同的一个部分。
那讲了那么多，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Grokbot 是什么。那基本上 Grokbot 呢，就是现在我们讲的 Grok，也就是 SpaceX AI 它这间公司推出的一个 AI 产品嘛。然后它推出的大模型叫 Grok，那这个 Grokbot 呢是他们收购科社之后的第一个产品，所以这边其实牵扯到蛮多的一些资讯，可能是需要跟大家 update 的。首先第一个东西就是呢，Grok 这间公司呢，它就是现在 Elon Musk 的这一个公司。那 Elon Musk 最近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让他的 SpaceX 上市了嘛。那 SpaceX 上市的时候呢，其实它的里面是包括了 X，也就是 Twitter 的这间公司，这个社交媒体的公司，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 Grok，也就是所有关于 AI 相关的。所以 Elon Musk 已经把自己的 AI、自己的 social media，还有自己的 SpaceX，也就是自己的太空船的这个事物呢，完全的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事业体去上市。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是一个上市公司推出来的一个产品。那他们上市之后，他们有了很多的资金，所以他们就想要继续的在 AI 维持一定的竞争力，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开始落后了，就是 ChatGPT、Claude 还有 Gemini 这三个还是很强嘛，他想要跟他们抗衡的话，他需要有多一些的能力，跟需要有多一些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那时候做法就是他们找到了科社这个团队，因为科社这个团队其实也我相信也因为 Claude 的关系呢被打压的很惨，就科社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真正开始第一个想到把 AI 去做 coding 这个方向也做得很成功的，但是自从 Claude 出来之后呢，就一步步的蚕食它的市场，我觉得啦，虽然他们自己可能没有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方向了。那所以呢，这个科社基本上是遇到很大的一个未来前景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呢，遇到了 SpaceX， 遇到了 Elon Musk， 所以最后他们一拍即合，所以 SpaceX 直接收购了科社这间公司。那收购之后呢，现在这一个是他们推出来的第一个产品，叫做 Grokbot。那很有意思，肯定是往 AI agent 做，肯定是可能 coding 上面也做得很好的一个模型，因为毕竟它背后还是用这 Grok 或者是用这科社的这些模型嘛。但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他们推出来这个产品是真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前面我也分享了很多，他们的定位对于真正能够帮助你解决很多工作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更加适合我们想象中Google Workspace 或者是 Microsoft Team 如果他们推出 AI 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其实在了解完整个东西之后，我其实是对这个东西抱持着很大的一个期待，也觉得它的整个设计的直觉是很好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现在打开了这一个 bot 呢，我打开我的这一个 HR 的 bot， 那这一个 HR 的 bot 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电脑，或者是讲它其实你基本上每个账号只是共用一个云端的一个电脑，那这个电脑的 server 肯定是在科社他们这里嘛。但是呢，就是你的每一个机器人呢，他们是有各自的 screen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tab，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比如说我 HR 的可能是开着 HR 软件，其他的 bot 或者说我们其他的 agent 呢，它可能是开着不同的软件。Notion， 另外一个可能设计的是开着 Canva， 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真的是做好这样的一个分工，所以这个时候呢，每个 bot 呢，你都能够直接让它去执行，它能够看到你公司的资料，能够帮你继续的完成，帮你 update 资料，帮你 update 在你的 Google Drive 里面，这些都是 AI agent 很擅长做的事情，我们在前面也分享过了很多，但是呢。它的差别就在于每个都有自己的一个 screen， 而且呢，你是可以直接点进那个 screen 去操控它的。比如说，你点进这个 HR 的，帮他 log in 某一个 software， 让他继续执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示范给他看。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工作流程是先 update 在 A software， 再 update 去 B software， 再 update 去 C software， 他就能够学到把它变成一个 skills， 然后呢，他就能够重复的每次帮你去执行这些任务。那讲了那么多，到底这个 Grokbot 呢，具体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它其实可能不适合的一个任务呢，比较像是一些真正，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些大型的专案的开发，比如说做很大的 coding 的 project， 所以我觉得对于 coding 相关，或者是可能比较深度相关的一些任务呢，它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因为那个在你的电脑上面执行起来，不管是你的电脑的荧幕比较大，或者是能够 access 更多的 local folder， 这些都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合适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最精彩的那个部分呢，就在于你能够带出去，用手机也能够操控。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在度假，就好像其实我们看过，真的很多的老板、很多的企业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嘛。他们可能是非常忙碌，或者是可能真的有一个度假行程，他们是需要到处飞不同的国家。那这个时候，每天在 travel 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是不可能可以打开电脑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打开手机，让他们的员工去帮他们做事情，比如说打开叫他的 HR，帮他处理一下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客户需要开单，他就马上通知他的 account 去开这个单，或者是他就能够马上
少做了一篇文章，马上叫他的员工，能不能够直接帮我生产这篇文章，或者那个你帮我 design 一下明天的 slide， 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些想法。但是呢，现在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做完，而且你并不是需要像这些企业家需要请那么多人，你基本上一个人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是一人公司或者是小团队的这些成员，你都能够很快速的有自己的一整个军团，或者是我们讲的一整个 team。去帮你做事情，然后你就好像打开一个 WhatsApp 的界面，直接 tag 了你的 HR， 直接叫他做事情，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样的去聊天的方法。然后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它的 AI 跟 AI 是可以进行对话，甚至去交流，甚至去被安排工作的，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东西。那它的用法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你可以建立一个个人助理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幻想自己有个 PA 嘛，所以我今天就可以建立我的一个个人助理的一个 bot。那这个人助理呢，有什么事情我就找这个人助理，我就让个人助理帮我去安排 HR、安排 operations、安排 message。那安排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帮我跟 HR 确认一下，昨天我们3点的那个 meeting 里面有提到要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那他就会自己去跟这个 HR 的 bot， 就是现在是2个 agent 会自己聊起天来，然后聊天的过程你是可以点进去看他们聊了什么，然后聊完之后呢，两边的 chatbot 都会 update 你，当然你的个人助理就要 update 你昨天3点是做了什么嘛，但是你的 HR 那里也会 update 刚刚这边有收到他来的那个资讯，最后呢我发现到你要找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最后我给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想象真的是很像员工向你报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真的是，我觉得他那个设计思路真的是像是你有很多个员工，或者是有很多个团队成员在帮你去执行工作的感觉。这一个分身的状态，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这个就是有事情找谁的这一个设计思路也是我很喜欢，也是我觉得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 Grokbot 它可以脱颖而出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那最后如果让我给出一个结论的话，我会觉得是从这个 Grokbot 呢，我看到的东西是。未来呢，跟 AI 工作的方法真的不局限在让你能够坐在电脑前面才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就是呢，在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做任何的关于电脑上面的工作，或者是我们讲 knowledge worker 每天在做的事情，不管你是 accounting department 还是什么都好，你就需要坐在电脑前面花费8小时甚至更多，然后就是需要全神贯注，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体力，然后在电脑前面不断的敲打你的键盘，然后最后把你的工作给完成，给 deliver。但是呢，从我刚刚生病的例子，从 Grokbot 的这个功能设计的这些例子，你就会已经可以看到呢，未来的工作可能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完成的。你可能今天随时中在巴士上，我都能够让我的 AI 去帮我执行某个任务，然后交给我的同事。比如说像我们也遇到，我真的是在 travel 的过程中，真的是会有团队问我，这个东西可以帮我查看它的进度到哪里了吗？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马上打开我的 Grokbot， 跟他说，你可以去帮我检查这个东西到哪里，然后打开浏览器，打开某个 software 看一下现在整个情况，帮我 update， 帮我把它做完，或者是真的没有做完的话，记得帮我做完，做完过后我要的结果是这个，然后把这个结果帮我发送给他。所以真的是能够像是命令一个人这样子，直接让这一个 bot 或者是这个 agent 直接帮你去执行完所有的任务。所以你可能真的是能够在手机上面去做到更多的东西，所以你是能够真正的完整的从电脑前面去解放的。现在你真的是走到哪里都可以工作，什么情况下面都能够让 AI 去帮你工作。所以我觉得未来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真的不需要守在电脑前面，但是我们的生产率，我们能够完成的工作，可能是比现在更多的。这个就是最好玩，也是让我最期待的一个地方。当然它的坏处就是你的压力可能会很大，因为就是无时无刻都要工作，或者是走到哪里都可能会有 agent 可以给你任务，所以你可能无时无刻都在工作状态里面，如何去调整那个 work-life balance， 如何让自己有一个暂时需要休息的一个节奏，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人类接下来都会遇到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会遇到的挑战呢，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始聊了，包括我自己也遇到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我的头脑的能量不够，或者是我的思考不够，或者是我每天在做的就是不同的 context switching。context switching 就是不同的上下文切换嘛，就是前面我明明是还在跟 HR 说我需要做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结果可能2分钟后我又开始需要去做网站上面的东西，然后可能2分钟后我又要跟我的设计的 AI 说你的 Canva 为什么设计的不够好，所以呢我的那工作是不断的在切换的。我试过在短短的1个小时里面，因为 AI agent 能够做太多东西，短短1个小时里面我可以同时间进行差不多3到5个任务。可是3到5个任务并不是说第一个任务我做20分钟，第二个任务做15分钟这样子，而是不断的切换。因为我下了1个任务我就等，然后我进第2个任务，
然后下完第2个任务，我就回去看第1个任务，或者是我就开始第3个任务。所以我这3到5个任务是同时间在进行的。所以呢，在这短短1个小时里面呢，虽然我最后是完成了3到5个工作，这个是比以前的效率可能提升了3到5倍嘛，但是呢，我的那个切换的频率是一直切换的，就是它是被切得很细的，因为我每次跟 AI 的沟通的过程其实很短嘛，但是每个很短，它消耗的精力却是比以前更多的，因为你需要完整的了解。可是你刚刚上一秒还在讨论整个公司的 HR 框架，下一秒你就要跳到网站的设计美感，所以它对于我的那个头脑的那个能量消耗是很大很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接下来每一个人类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未来的知识工作者，当你使用 AI 就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至于我们该怎么样去平衡这样子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头脑能量，还有我们休息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课题。但是呢，总体而言，我还是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还有 Grokbot 这个产品呢，我也很期待它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突破。当然，目前为止我可能在订阅上面会非常的保守，或者是不一定会真的订阅，就是因为它真的太贵了，它的售价大概是$200，那真的是超出了我的预算，或者是说我真的不觉得它有到这个价值啦。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持续再看一下 Grokbot 会不会降价，或者是可能有办法推到一个更便宜的一个配套，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体验它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